北约武器彻底解除限制，可任意攻击俄境内目标。梅尔茨暂停欧盟对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资助。德国强化作战能力，打造欧洲最强军。乌克兰对等空袭摧毁俄多地军工厂。10万乌军反包围红军村俄军。叙利亚对俄发出最后通牒，30天内再不撤军将发起总攻。哈马斯求饶提停火，遭以色列拒绝。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俄罗斯连续3天向乌克兰各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试图压垮乌军防空系统。数据如视频所示。美国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俄罗斯正在通过远程打击、舆论战等手段渲染乌军战场和欧洲援乌的悲观情绪，从而试图削弱乌克兰人的士气，营造乌克兰必败的悲观预期。但火力军就说一句：俄罗斯注定不会成功。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援乌动态有了大转向。北约武器攻击俄境内目标不再受到任何限制。据法新社报道，德国总理梅尔茨26日宣布，德国及乌克兰其他主要盟友如英法美等国已经解除了援乌武器的射程限制。梅尔茨强调，德国将与盟友紧密协调，竭尽所能地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包含军事在内的强力支持。而此举也意味着乌克兰能将更轻松攻击俄境内军事目标，进行自我防卫。按照梅尔茨这最新的表态，是不是在说金牛座导弹来了？前舒尔茨政府虽坚定支持基辅，但在提供金牛座导弹方面一直保持谨慎态度，担心这样做会导致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升级。而梅尔茨的态度则完全相反，他过去曾多次表态支持向乌援助金牛座导弹，该导弹有能力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不过其新政府曾强调不再公开讨论援助武器的细节，倾向采取战略模糊立场。因此，是否援助金牛座导弹，需要等击中目标才能知道。金牛座导弹虽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可以提高乌克兰的士气，表现欧洲打击俄罗斯气焰的决心。与此同时，德国外长约翰·瓦德普尔呼吁对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新一轮攻击做出果断回应，俄罗斯必须感受到战争的真正代价。英国、立陶宛和欧盟也说要对俄军袭击做出回应。如欧盟外交与安全负责人卡拉斯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俄罗斯施加最强压力，又或是立陶宛方面表示必须用武力制止俄罗斯。立陶宛方面称，欧洲不要等待美国，应该立即行动，在武装乌克兰的同时提高军备生产，用行动取代空谈。最后，英国还和欧盟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了数十项制裁，且针对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也在拟定中。由此可见，俄罗斯营造乌克兰必败的手段注定失败。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这位新总理梅尔茨不仅公开批评普京阻碍和平，还下令强化作战能力，要在2029年对抗俄罗斯，并要求欧盟暂停对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资助。德国这是准备重回欧洲领导的位置了吗？梅尔茨总理在接受公共广播公司 WDR 的专访时，借机批评普京不愿参与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他表示，普京对旨在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是以比以前更强硬的方式推进战争来回应的，称普京已将和谈提议视为软弱的象征。梅尔茨指出，乌克兰盟友已竭力尝试所有外交途径来促成和谈，外界不应该再质疑我们的努力，并警告称，若是连在梵蒂冈举行和谈都无法获得普京首肯，那么各方就必须对俄乌战争的持续时间做好心理准备。他称，俄乌战争的持续时间会超出想象的长。而在前一天，梅尔茨刚宣布德国国防军将获得成为欧洲最强大军队所需的资金，德国的军事开支将跃升至 GDP 的 5%， 力争在2031年前将德国国防军打造成欧洲最强常规军队。至于具体提升的内容，据路透社报道，鉴于俄罗斯到2029年可能会完成军队重组，有能力攻击北约领土，德国国防军总监察长布罗尔就下令，德国军队在2029年前迅速强化作战能力，其中包括防空能力至少增强4倍，增强陆军对深入敌方领土500公里目标的打击能力，增加弹药库存，以及提高所有类型武器的最低储备水平等。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还表示，如果自愿征兵制度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德国将恢复强制兵役制，以保证增兵40万人目标的完成。除此之外，梅尔茨5月26日还是首次公开向斯洛伐克发出警告。梅尔茨称，如果斯洛伐克继续偏离欧盟的共同方向，德国将考虑暂停欧盟对斯洛伐克的资助。当然，梅尔茨也没忘批评匈牙利，目前匈牙利的大部分资助已被暂停。欧洲作为欧盟最大的资金来源国，
其绝对有底气，要求欧盟暂停对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资助。大家难道没发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近期都开始低调了吗？大家又是否支持德国来当欧洲的领头羊呢？俄罗斯不会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乌克兰也在努力进行对等攻击。在俄军空袭的第3天，乌军也再次向俄罗斯各地发射了超200架无人机进行远程打击。莫斯科、图拉、伊万诺沃、达达斯坦等多个地区的国防工厂、无人机工厂、化工厂等目标发生爆炸。如据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科瓦连科表示，26日夜间，乌军无人机群率先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地区，当地耶拉布加的沙赫德无人机制造中心。现场画面显示，工厂机器附近闪烁出了明显的火光。之后，图拉州的军工厂和伊万诺沃州的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化工厂也遭到打击。前者，当地居民表示，至少听到了10起爆炸声，并发生了大面积的停电情况。据悉，这也是图拉近期遭遇的第3轮攻击。早些时候，乌军先后空袭了该地的 Splav 和 Azot 工厂。后者 Astra 媒体报道称，2架乌军无人机直接摧毁了该工厂的一个仓库。据不完全统计，乌军在昨夜共发射了超过200波的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则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全部的96架来袭无人机。与此同时，受乌军空袭影响，莫斯科的3大机场近期就没怎么正常运营，基本从25日晚间开始，离莫斯科市中心最近的弗努科沃机场就率先关闭了领空，停止运营。紧接着，多莫杰多沃和茹科夫斯基机场也因无人机袭击暂停了航班，并被迫开启地毯模式排查。总而言之，俄乌双方都各自发起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的情报显示，俄罗斯集结的数架图95已经起飞，正在向基辅等地发射巡航导弹。仅仅10几个小时，俄军的袭击就已导致乌克兰近100人伤亡，各地的居民区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据经济学人披露，接下来俄军或许很快就会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000架沙赫德无人机。目前基辅方面正对此进行针对性部署和打击。像刚才提到的摧毁耶拉布加的俄沙赫德无人机基地，可能就是乌军行动的其中一步。但无论如何，乌克兰都需要更多的防空武器来进行防御。前线方向，国际多家情报机构都预测俄军即将在6月发动夏季攻势。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称，英国方面已经知会基辅，双方正在就加强防御做紧急沟通，以对停火不抱幻想。在俄罗斯战场，目前可以确定，穿插的乌军特种部队已深入比尔格罗德至少60公里，很可能会从背后切断俄军补给线。与此同时，为配合地面部队，乌克兰空军也再度出击，瞄准了当地的俄军指挥系统。据悉，一架乌军的米格29瞄准了科金卡一带的俄军指挥部，投掷了2枚 ASM 炸弹，成功将其摧毁。随后又向俄军的武器仓库和步兵据点进行了猛烈空袭，现场先后传出了8起大的爆炸声。火力军估计，在空袭过后，乌军地面部队可能会再度发起冲锋。苏梅方向，乌军反攻正在进行中。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乌军在奥列什尼亚附近推进了300米。俄国防部则声称，俄军占领了沃洛季米里夫卡，详细战报有待进一步披露。乌东战场恰索菲尔方向，自23日，乌军米格29使用 GBU-84摧毁俄第3军指挥部后，俄军的进攻计划就被打乱。26日，仅只爆发了2场小规模战斗，战线没有变化。托列茨克方向，乌军在北部重新夺回了数个村庄。据战役地图显示，目前乌军已经推进到克里姆斯克地区。红军村方向，俄军在东北方向的进攻异常猛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司令德拉帕蒂将军目前正在该方向增兵。俄媒沙皇报甚至分析报道称，德拉帕蒂很可能会调动10万乌军在红军村发起反击，而且会优先切断俄军城西南方向突出部，对俄军进行反向包围。报道称，俄军第41集团军、第35和第74摩步旅情况危急，而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是因为乌军近来突然加大了对西南方向的炮击力度。该报建议俄中央军群和第5集团军向南机动，来拓宽防线的宽度与厚度。乌南战场扎波罗热方向，乌克兰南部国防军发言人沃格申上校报告说，俄军正以小型步兵群的形式加强对奥利西夫的攻击，且据他所说，俄军已经为每个进攻的90人连队提供了30辆摩托车，以便发起自杀式冲锋。更南的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海军和空军自24日起就不断发起联合进攻，先后摧毁了该地区的俄第14军的多个地面目标。黑海上空也传出剧烈爆炸声，目前战斗仍在进行中。乌军无人机、无人艇与俄岸防部队交火激烈。
在俄乌战场之外，叙利亚对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称再不撤军就对俄基地发起总攻。火力军在 YouTube 上刷到了这样一个视频，内容说是叙利亚新总统朱拉尼警告俄军，若30天不从赫梅尼姆与塔尔图斯2大军事基地撤军，叙军就将对驻叙俄军发起总攻。虽然该消息真实性暂未确认，但叙利亚弃俄投美的趋势正在逐渐显现。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沙特王储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引荐下，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会见了叙利亚临时政府领导人，化名朱拉尼的艾哈迈德·沙阿。之后，特朗普宣布拟结束对叙制裁，这让叙利亚上下一片鼓舞，也引发了朱拉尼政府有了向美国靠拢的想法。因为紧接着20日，俄驻叙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就遭遇袭击。按照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说法，袭击者和叙利亚政府有关，且袭击过程中还出现了重武器。另有目击者表示，当时基地响起了枪声和炮声，还有无人机在地区上空飞行。据悉，袭击者最后在被俄军导弹精准点爆3辆自爆卡车后选择了撤退。而俄国防部罕见的没有立即将袭击归咎于特定组织，而是意味深长地说，某些势力正在测试我们的红线。但好巧不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0日当天精准预测了此次冲突。他说，美国之所以暂缓在叙利亚重启大使馆，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一方面是叙利亚还存在构成威胁武装，另一方面，他认为叙利亚局势仍不稳定，不排除叙利亚政府未来数周内垮台，甚至重新发起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此外，在俄基地遇袭事件发生仅3天后，美国财政部就立马宣布，已与美国务院共同行动，暂时停止此前对叙利亚实施的部分金融制裁措施。虽然明面上称这是落实特朗普总统13日宣布终止对叙制裁的重要第一步，但这么多的巧合放在一起，火力军总感觉是朱拉尼在向特朗普表忠心，而这将成为叙利亚局势的又一个转折点。那驻叙俄军是去是留呢？俄军是否能保住驻叙基地吗？自去年12月的叙利亚变局后，俄罗斯一直在和朱拉尼政府沟通，希望保留至关重要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军港，但一直到现在，俄叙的谈判都没有公开结果。朱拉尼曾对俄罗斯说过一些好话，比如承认叙利亚依赖俄制武器，需要俄罗斯粮食等等。这听起来似乎是朱拉尼愿意继续和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但在与特朗普会面并被取消制裁后，我们不能排除朱拉尼政府会彻底选择倒向美国。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将是普京的噩耗。俄罗斯失去阿萨德政府这个盟友已经是最大损失，要是再丢掉关键的2大军事基地，俄罗斯在中东、地中海、非洲的介入能力将会大幅度下降，堪称战略性的损失。而俄罗斯肯定会努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目前俄军虽遭遇袭击，但在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还不能对驻叙俄军基地的命运下最终的结论。但如果开头说的朱拉尼的30天警告是真的，那留给克里姆林宫的时间不多了。如果选择离开，那意味着前苏联和俄罗斯苦心经营数十年的2个海外基地烟消云散，说不准俄罗斯会彻底沦为三流国家。但若选择留下来，必然会与叙政府军发生冲突，在断水断电威胁、10多万叙军全天猛攻，以及深陷俄乌战争泥潭的情况下，驻叙俄军又能坚持几天呢？更关键的是，当主人下了逐客令，但却赖在别人家不走，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上都说不通。很显然，随着美欧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朱拉尼政府已经放弃了曾经待价而沽的心理，开始转投北约的怀抱。所递交的投名状就是将俄军赶出叙利亚，让其彻底退出阿拉伯世界，这符合北约和土耳其的利益。只是对俄罗斯来说却十分残酷。当然，朱拉尼也曾给过俄罗斯机会，其在上台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将俄罗斯势力从叙利亚驱逐，就是在给克里姆林宫留出了足够时间进行谈判，其目的就是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待价而沽，是俄罗斯自己开不出性价比更高的条件，错过了窗口期。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怨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泥潭的俄罗斯实在给叙利亚开不出更好的条件，又能拿什么和北约诸国博弈呢？可以说，叙利亚倒向北约是一种必然。为了一点乌东的土地，俄罗斯成功的让一个曾影响力非凡的大国走上了举步维艰之路。俄乌战争一天不结束，俄罗斯就会被套死在战场上，抽不出任何精力谋划并推动国家发展，其走上了败亡的快车道。除了叙利亚外，以哈战争再出新状况。5月26日，以色列继续多线作战，在与真主党停火约6个月后，以色列国防军北方司令部正在重组其在黎巴嫩边境的部队。
并调遣以军第91师和第146师，加强了对北方边境的控制。可以说，真主党已经歇菜了。在加沙地区，以军则部署第98师和第36师等6个旅，约3万人的兵力，执行基甸战车行动，对哈马斯进行了地毯式打击，目标是彻底消灭哈马斯，完全永久控制加沙。据悉，自重新战斗以来，以色列已占领加沙超过40%的领土，袭击了2900个目标，消灭了800多名哈马斯分子。目前拉法已被夷为平地，针对汉尤尼斯战斗也在进行中。根据计划，以色列会在未来2个月内彻底控制加沙75%的区域，并将加沙分成多个区域，从而逐个清理，彻底摧毁哈马斯。此外，以色列还不断向加沙巴勒斯坦人散发传单，要求巴勒斯坦人与哈马斯脱离关系。同时，以色列启动4个援助物资分发点进行援助分配，并将分发工作外包给了一家美国公司。对此，哈马斯的内政部部长哈姆西斯公开表示，拒绝以色列的援助分配制度，并敦促我们的人民不要以任何形式与其合作。但随着加沙人道主义改善，以色列接手援助物资发放以来，哈马斯正失去群众基础，其末日即将来临。而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哈马斯于5月26日宣布接受美国中东特使维特科夫提议的加沙停火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在协议生效第1天释放约10名被扣押人员，以实现45至60天的临时停火。以色列则需按照哈马斯的要求释放数百名囚犯，恢复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最后在美国的保障下实现永久停火。那正在实施最后一击的以色列会同意哈马斯的停火吗？很不幸，以色列拒绝了这份停火协议，并称这个协议是投降。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其有3大必须实现的目标，即被扣押人员必须释放，加沙必须永久占领，哈马斯必须彻底消灭。至于很多人抨击以色列太过凶狠，火力军不做评价，因为对以色列来说，10月7日是一个无法抹除的悲痛日子。后续以哈的战况，火力军还会持续关注。综合《纽约邮报》、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等报道，24日在福州登场的航空展上，美国空军首度对外展示了由7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编队的飞行表演。据悉，该编队被命名为自由飞跃，编队由 F-16C、A10、B52H、B2、B1B、F22、F15C 组成。流出的画面显示，这7架战机以完美编队在天空中盘旋，引起了现场数千民众的热烈掌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表示，此次编队表演展示了包括现役军人、后备军人及空军国民兵在内等空军整体实力，同时体现了空军的跨部门协作能力，同时也是首次有战斗机加入，组成不同编队进行表演。日本三菱重工在近期的2025年日本国际防卫装备展上，针对陆上自卫队服役已久的89式步兵战车，抛出了一项震撼性的无人化改装提案。其核心概念是将这款传统战斗车彻底转型为先进的无人地面载具。据悉，此方案具体操作是移除运兵舱，换上8个弹簧刀600发射系统，并整合30毫米机炮塔。这将使89式战车从原先的运兵兼火力支援角色摇身一变，成为专职无人远程精准打击平台。该计划目前尚处于早期阶段，未来还将进行远端遥控的改装。89式步兵战车由三菱重工与小松制作所打造，1989年服役，是日本首款专为机械化步兵设计，配合90式主力战车的履带载具。显然，日本原计划生产300辆，但最终仅约120辆问世，每辆战车单价约350万美元。而这款战车的性能只能说跟不上时代了。如配置的机炮，虽然口径大于美国 M2A2 的25毫米机关炮和英国5式步兵战车的30毫米机关炮，火力更猛，但由于不能进行点射，且没有配备稳定机构，是无法进行行进间射击的。而换装的弹簧刀600无人机系统由美国空境公司研制，可携带15公斤弹药，远距打击敌装甲目标，且美军和乌克兰已在实战中检验了其可靠性和强大威力。三菱重工此项89式步兵战车无人化概念，若获防卫省采纳并实现，将为这款服役于30年的战车注入新生命。此举不仅能显著提升陆上自卫队的远程精准打击火力，也十分契合全球现代战争中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发展的关键趋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梅尔茨是否会成为欧洲领头羊？叙利亚又是否会彻底倒向北约？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